都说无奸不商，只要昧着良心，就会赚到更多的钱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如今的资本为了方便他们获利挣钱，会编造各种谎言来哄骗消费者。但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还深信不疑，并且为此还买过单。这一期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年资本家为了忽悠你钱所编造出来的7大谎言，让大家看到真相，别再上当了。1. 面膜能补水。女孩子天生爱美，不管是小女生还是上了年纪的阿姨，都很在意自己的容颜。资本正是抓住女性的这个心理，大肆宣传面膜的功效，什么能补水、能美白，经常使用面膜能让皮肤更加水嫩光滑。但实际上，早就有学医的相关人士辟过谣，面膜能补水完全就是谎言，它只是把皮肤的角质层泡胀了，短期内给人一种水嫩白皙的假象。所以说，市面上所有号称能补水的面膜，其实都是智商税。只有按时休息、合理的饮食加运动，才是保持年轻的秘诀。2. 味精致癌。早期味精是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，但自从听说吃味精对身体不好，会掉头发，甚至吃多了会致癌的说法后，很多家庭都不敢用了。于是资本开始大肆营销鸡精，编造出鸡精更健康的谎言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，它就是以粮食为原料发酵制造的，食用非常安全。反之，打开鸡精成分列表，排在第1位的就是味精，之后还添加大量添加剂。所以两者谁更健康？答案不用多说了吧。知道真相的你，是不是也感觉这些年我们都被资本骗了？3. 硅藻泥除甲醛。很多人装修房子最担心就是室内甲醛超标，危害到家人健康，于是宁愿多花点钱，也尽可能的去买一些环保的装修材料。于是一些资本嗅到了商机，推出墙面涂料硅藻泥，宣称不但材料本身天然环保，而且还能吸附室内甲醛。凭借硅藻泥除甲醛的谎言，在前些年的装修行业里卖得风生水起。但实际上，硅藻泥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，它确实有少量吸附游离甲醛的能力，但却没有去除甲醛的功效，而且吸附饱和后还会2次释放。所以硅藻泥可以除甲醛就是智商税。此外，真没必要花钱去买那些所谓的除醛产品，什么绿萝、活性炭、光触媒等作用都很小，只有开窗通风才是最省钱且实用的去甲醛方法，没有之一。4. 吃猪油不健康。老一辈人都喜欢猪油，用猪油做出来的饭菜不仅香气宜人，而且口感也更加美味。但是资本家为了更好的销售大豆油，就开始在各个渠道打压猪油，编造出吃猪油不健康，是心血管杀手的谎言。但实际上，这就是20世纪营养学最大的骗局。猪油不仅安全，而且还被评为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之一。所谓的饱和脂肪酸，实际跟心血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家的一个亲戚，农村的遗老，今年87岁高龄，吃了一辈子猪油，身体还是健健康康的。所以真没必要去花高价去买所谓更健康的调和油。5. 防晒服才防紫外线。今年夏天想必卖的最火爆的服饰就是各种防晒服了。资本依靠只有防晒服才能对抗紫外线的谎言，狂挣了中国女性近600个亿。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得要买防晒衣，其实普通的衣服也能防晒，随便一件衣服的话，它都有一个物理遮光作用。尤其是深色的纯棉服饰，遮挡紫外线的能力甚至比防晒衣效果还好，并且市面上真正能挡住紫外线的防晒衣，符合标准的少之又少，很多都满足不了 UPF40 加的评定标准，所以别再为这些智商税产品买单了。6. 钻石永流传。钻石保值是本世纪最大的商业谎言，骗了我们消费者100多年。资本家为了卖高价，获得更高利益，大肆宣扬钻石代表永恒、代表爱情的宣传口号，说什么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但实际上，钻石的成分就是碳，不是啥稀奇玩意。随着越来越多的钻石矿被开采，以及人工培育钻石的诞生，钻石的谎言被一步步揭穿，如今的贬值率高达 99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婚前你拿2万块买的，现在想换钱，它只能卖200。那些上当受骗的人真的是欲哭无泪。7. 一次性筷子破坏森林。前几年疫情原因，公司食堂停业，开始发盒饭了，然后就有同事倡导大家不要使用一次性筷子，说太浪费，还会破坏森林，还拿出相关数据，说我国每天消耗130万双一次性筷子，相当于砍伐了42棵参天大树。对此我深信不疑。后来直到看到头条官方辟谣，才知道又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和资本编造的谎言。如今的一次性筷子多数都是用作家具剩下的边角料，或者是人工种植的速成林木，根本不存在毁坏森林一说。
而且，据我了解，一次性筷子的普及和推广对国内传染病防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说在最后，这些年老百姓挣钱不容易，黑心的资本商家为了利益，想尽一切办法来忽悠消费者。这些骗局是时候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们被蒙蔽的双眼也该擦亮了。